74岁老人查出肾衰竭，天天一碗蒸鸡蛋，5个月后复查，你吃啥了？今年74岁的王大爷一直没生过什么大病，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，但是没想到还是出现了意外。有一天晚上，王大爷和老伴聊天时说，最近我是吃什么过敏了吗？为啥总是感觉身上痒痒？感觉最近也没吃啥啊。王大爷的老伴也想了一下，说确实是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，之前也没见到你过敏啊。王大爷也有点不耐烦了，觉得就是一个皮肤瘙痒，应该没啥大事，但是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，而且他还感觉自己身上有难闻的味道出现，之后比较担心就去了医院，检查结果是王大爷得了肾衰竭。听到这个病之后，一家人都觉得天塌了。但是就在5个月之后，王大爷再次去复查，医生都惊呆了，问王大爷，你吃啥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肾衰竭的症状。肾脏在我们身体中的作用是代谢、排毒、调节激素平衡等等，这也就意味着肾脏功能出现问题会导致其他的器官受损，甚至是出现生命危险。肾衰竭是一种严重的疾病，意味着肾脏的功能已经出现了问题。而肾衰竭的发生并不是悄无声息的，当身体出现以下这些症状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在警示肾脏已经出现了问题。皮肤瘙痒。皮肤瘙痒在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，比如对灰尘、食物等过敏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导致在皮肤瘙痒出现的时候，并没有考虑是肾脏出了问题。如果是肾衰竭，说明肾脏的功能不正常了，会导致代谢紊乱，患者身体中的毒素和垃圾没办法正常的排出，在我们的皮肤上布满了血管，这些垃圾毒素在血管中就会导致皮肤受到刺激，从而出现瘙痒。浮肿。浮肿是肾脏疾病典型的表现，是因为肾脏没办法正常代谢，水分会留下身体中，这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，水分过多的留在身体中就会有明显的浮肿。最明显的浮肿的位置就是眼睛、脚踝等位置。排尿异常。肾脏和排尿功能是相关的，一旦肾脏出现了问题，排尿次数、尿量、状态就会受到影响，比如出现夜间排尿次数增多、尿黄、尿中代谢等等。当出现这些比较明显的问题时，就要及时去医院做检查了，很有可能是出现了肾衰竭。全身无力，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症状，因为在出现肾衰竭之后，肾脏的功能下降，没办法正常工作，就会导致身体中的毒素和杂质没办法正常的排出，积累了很多的毒素之后，就会导致全身疲惫，全身多部位疼痛。肾衰竭之后会导致身体中的杂质、毒素过分的堆积，沉积在主要的部位，比如腰部、背部之后就会有明显的疼痛感。消化道疾病。一旦出现了肾衰竭，就会导致食欲出现问题，这和肾脏的功能性下降有一定的关系。消化道会受到毒素等物质的影响，从而出现相应的反应，也就会导致食欲降低。以上就是肾衰竭早期时候大概率会出现的一些症状。王大爷就是发现了皮肤瘙痒，及时去了医院。那么在5个月之后复查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？2. 天天一碗蒸鸡蛋，复查后怎么了？在5个月之后进行了身体检查，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医生一直在夸赞我王大爷保持得很好。结果显示，王大爷的肾小球过滤情况要比上次提升了 20%， 这可是非常好的结果。医生在经过询问之后得知，原来他是在饮食上做了很大的调整，不乱吃东西了，每天还会吃1碗蒸鸡蛋。鸡蛋是优质蛋白的来源，对于肾脏健康是有好处的。像王大爷这样坚持吃，并控制好了每天的摄入量，所以使得肾脏的健康程度提升了，要比第一次做检查的时候好多了，简直是一件大喜事。之后，医生和王大爷说，如果能够继续坚持，在饮食上加以控制，对食材的选择小心一些，肾脏的功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王大爷点了点头，就走出了医院。其实，我们多数人对鸡蛋的认知就是有营养，其中含有优质的蛋白质。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患有肾脏疾病的人是不适合吃鸡蛋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关于肾脏疾病，是建议选择低蛋白饮食更好，这是因为可以减少废物的产生，进而不需要肾脏超负荷的工作，也就减轻了肾脏的负担，对肾脏的健康是有好处的。
而这里所说的低蛋白，并不是不吃，而是选择摄入优质蛋白。因为蛋白质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没了蛋白质，身体也没办法正常的工作了。在人身体代谢的过程中，是需要通过外部摄取蛋白质，才可以使得身体更加的健康。所以，无论是得了什么病，都是需要摄入蛋白质的，只不过在摄入量和选择的食材上会有不同。对于肾衰竭的人，应该选择优质蛋白质。那么在食物中，什么算是优质蛋白质？其实就是氨基酸种类丰富，可以满足人体所需，同时利用率又高的食物。而这样形容鸡蛋刚好是满足的，集齐了所有的优势，所以对肾衰竭的人是可以吃鸡蛋的，但是也是要控制好吃的数量。像王大爷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，每天坚持吃1碗蒸鸡蛋，不会贪，也不会中途中断，最后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好了。再者，有不少的肾衰竭患者可能还有其他的老年疾病，在吃上就会更加的注意，比如患有高尿酸症或者痛风等等。有这样的问题也不用担心，因为鸡蛋中核酸含量低，对身体的影响可以说是零，所以吃鸡蛋没什么问题，有助于肾脏健康。但是在吃鸡蛋的时候要注意，鸡蛋黄石磷含量比较高，不要操之过急，一次性摄入过多，不然很容易诱发高磷血症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变好了，但是健康问题好像是越来越多了，尤其是肺部、肾脏、肝脏上的，发现的时候几乎都比较晚了，治疗难度大，治愈难，所以日常注重预防疾病，预防肾病的发生，做好4件事。3. 预防肾病发生，做好4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预防或者是严格控制慢性疾病，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在严重情况下是会导致并发症的。其中肾病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，就像糖尿病导致的肾病会导致慢性肾炎，控制的不好，病情严重会导致肾衰竭，最后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。还有高血压性肾病也是会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。现在很多的中老年人还是没有意识到高血压的严重性，以至于最终导致多器官出现问题。所以平时控制好慢性疾病就是预防肾病的一种方式。在家可以定期检测血压和血糖值，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早治疗。第二件事是保证饮水量，有很多的基础肾病几乎都与日常饮水量不足有关系，这是因为肾脏的代谢是需要水作为主要物质的，如果饮水量长期不足，就会导致肾脏的代谢出现问题，造成毒素的堆积反作用，引发肾脏疾病。通常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应该在1500毫升到1700毫升左右是比较合适的，还要根据天气的变化，是否做了剧烈运动等等，考虑增加饮水量。要注意不要饮水过量，不然也会导致肾脏的负担加重，导致疾病的发生。第三件事是不要滥用药物。对于预防肾脏疾病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滥用药物。不能说所有，但是绝大多数的药物都是有毒副作用的。而这种毒副作用几乎都是针对肾脏的，因为肾脏是代谢器官，最后都是要经过肾脏代谢过滤掉的。长期过度使用药物就会导致肾脏出现功能性的损伤，最后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第4件事是适当运动，保持规律的作息。一直以来都是提倡，无论是哪个年龄的人都应该有适量的运动，通过运动的方式提高免疫力，身体素质也会变得更好，达到预防多种疾病的目的。而运动也是可以有效预防肾脏疾病的一种方式。不过在运动上不要盲目，也不要一直追求运动量，这件事还是要量力而行，考虑到自身的身体情况，尤其是有慢性疾病的或者是中老年群体，保持规律的作息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在休息的时候，人的肾脏才会进行修复。如果长期熬夜是很容易导致肾脏功能下降，时间长了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功能性损伤。总结，在多数人的认知中，严重的疾病几乎都是突然发生的，总是让人防不胜防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就像肾脏疾病是有早期症状的，如果能够抓住身体这些明显的变化，其就可以尽早治疗了。像是王大爷通过皮肤瘙痒发现了自己得了肾衰竭，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，复查之后肾脏的问题确实是有所好转，在吃上多注意确实是对肾脏健康有帮助。但是
在这方面还是不能盲目。关于饮食上的治疗，个体的情况不一样，最后的效果也是不同的。关于疾病，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预防。对于肾脏疾病，如果能够做好上面的4件事情，会有很好的保护作用，身体也会更健康。